王老师您好，作为白鸟灯的非遗传承人，您能讲讲您的从艺之路吗？从14岁到永强那边，跟我的老师是一个浙江梅院毕业的，他对这个工艺各种工艺都很有造诣，所以我在那里学了很多东西。我们怎样把这个中断了60多年的茶山白鸟灯把它制作出来，就利用这个当地的老人一个回忆，比如说我们后村有个吴锡峰老人，他就说茶山白鸟灯以前怎么热闹，我们根据这个老人的回忆把这个白鸟灯制作出来，100盏灯，100首诗，100个书法，我把它印出一本书，叫做《茶山白鸟灯》。这也是我们对60周年做一个献礼。王老师为使白鸟灯技艺后继有人，真是不遗余力，多次到幼儿园、实验中学、温州大学和社区举办以艺促德活动，发出艺术人声。这个问题可能代表很多年轻人的想法。白鸟灯工艺复杂，如果不是从小学起，比如大学生又没有深厚的美术基础，如果有志从艺，您有什么建议呢？大学生都是很聪明的，他们融入现在的这个时尚，比我们好多了。所以说我在去年就在大学生智力坊大学生工作站那边教温州大学的学生学习这个制作白鸟灯技艺。这是因为他们年轻，所以说大学生假如说学习白鸟灯，学习传统的这个工艺比起一般的人都好学。一个人一生，假如说学习这个知道这个工序，制作工序，知道它的材料用什么材料做，他说一生都不会忘记，跟这个骑自行车、游泳一样，你只学起来就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的。有志者事竟成，大学城就在瓯海区，希望热爱民间艺术的大学生们可以多到王老师的全川艺社走走，一定会有所收获。我在王老师著作《茶山白鸟灯艺术》里看到彩灯造型各异，栩栩如生。听说王老师本人创作丰富，有没有本人最得意的作品与我们欣赏领略？白鸟灯的得意作品我还是2017年参加这个浙江省彩灯这个艺术大赛上，我制作了一只翠鸟戏鲤鱼的这个花灯。这只花灯在那一次的这个展览会上获得优秀奖，所以说也受到他当时组委会的一些好评。这支作品后来又到海宁参加了那一次的比赛，也是取得好成绩。所以说这支花灯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比较满意的。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100年华诞，老百姓的生活在这100年里芝麻开花节节高。王老师的艺术创作也是出彩出新，这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借此机会，您有什么祝福的话想要表达吗？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是全国人民的大事。对于我来说感触最深，因为作为一个手艺人，在过去的年代，你说人家都是说你是手艺人，最低等的一档，这个最普通的。到了这个新时代，你说把我们这个手艺人评为什么工业大师什么工匠精神提到国家的这个层面，我还是衷心的感谢共产党对全国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感谢王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祝你身体健康，也祝白鸟艺术长青。